见字如晤。退守泰安以来，我官兵与日寇浴血奋战，大小战役10余次，伤亡惨重，为历次战斗所罕有。眼见我官兵如此伤亡，心情十分沉重。战区原司令唐军团高炮旅支援未果，未必更大伤亡。无奈与日本人须臾为敌，为全线布防赢取事件。如今军队派系林立，乱象丛生，闻鸣敌而鼓战，对湾庐以屈膝。内战内和，外战外和，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唯愿相信，我5000年历史之国家民族，绝不致亡于区区3岛倭奴之手。今携此心无他，只求良心得到安慰。放弃济南，是哥最大的错误，一生的痛。明日与敌决战，唯有一死报国。娘好无挂，铁蛋儿就托付你了。告诉铁蛋儿，他爹不是汉奸，你们都要好好活着。对赵云峰不要记恨，他尽到了职责。派人送去5万大洋，激励官兵奋勇杀敌，洗刷你我弟兄不战之罪孽。廖光义绝笔。铁蛋儿，外边冷，回去吧。56军也来，只剩下弟兄和这一面军旗。我对不起大哥。对不起，铁蛋儿。
地方选的不错，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孩子呢？把东西给我。孩子呢？我要先见到孩子。你不必着急，只要你把东西给我，孩子我自然会还给你。宝宝，给我。你先把孩子给我，我就把东西给你。我要是不给呢？你想反悔吗？把孩子给我！反悔怎么样？你别过来！过来！别动！别逼我！我把这个东西给毁了！要不要我教你怎么毁？别动！别动！别！熊太太，你的筹码没了。让我来告诉你，真正的秘密在这儿。我对你这次的行动非常的失望。不要以为你和八路军搅在一起就能摆脱我对你的控制。不过看在你今天把东西带过来的份上，玉珠的事情我就不和你计较。根据情报，明日午时，李宗仁和白崇禧等高官要到医院过来，这是个机会。孩子呢？事成之后，孩子还给你。不过我要再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把我的公公婆婆怎么样了？为了保证后续行动的成功，我把二老接过来做客。这种事情，我只允许发生一次。如果再有下次的话，进。哟，云芳同志，没事儿，我过来看看你啊，伤好的怎么样了？一点皮外伤，真是兴师动众了。没事就好。啊，哎，云芳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嘛。还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日本间谍的事儿。就我目前掌握的情况，9·18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特高课秘密强征了一批东北女学生接受间谍培训，熊太太就是被秘密强征的女生之一啊。而一直控制她的秀田真子就是当时的教官。秀田真子，对，熊太太跟我说过一些。秀田真子28岁，化名孟非，日本关东军特高课少佐，高级间谍，在中国的东北长大，是个中国头，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冷血杀手，人称白银锁。他们通过挟持女学生的家人，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熊太太的孩子就在他们手里。太可恶了！熊太太一心想摆脱他们的控制，好像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情报。秀田真子派出的日本间谍，几乎是在铺天盖地的追捕他。目前情况非常危险。那情报呢？他把情报给你了吗？他根本就不是秀田真子的对手。那孩子他们也没救出来吗？我过来找你啊，就是为了这事儿。哎，要不要我跟老大说一声？我看还是谋定而后动吧。好，那咱们就先好好合计合计。这是我们最新研制出来的武器，取景器就是瞄准器，发射时候无声，你只需要按动快门，任务就完成了。
想想你的公公婆婆。你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吗？你有的选吗？我跟了2条街，结果就不见人影了。我没找到他，就直接回来了。去他房间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了。继续盯着，实在不行加派人手。是。走啊！哎，走这个。干完啦？啊！除了捣乱还能干啥？啥子乱？怎么说？赵班都要跑，59军紧急集合了。说清楚点。估计是实战训练，轻重机枪都上了。你去再给我盯着，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你说这几个意思？姓赵的叛徒凭啥去啊？妹子，人家是作战参谋，你怎么可能不去呢？现在不是拿他没辙，出不了气了。哎呀，这不是实战演习噻，演习完了他上哪去？还不是要回来的？哎，要我说，最好别回来，一颗子弹给他报销了得了。拉倒吧，姓赵的可不能服。你哪头的你？哎，人家有才说的对啊，你想，他要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就变成英雄了吗？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道理哈。不管，反正今天拿到没办法。熊太太万万没有想到，手里那张王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孟非拿到，孩子没有救出来，公婆又被孟非挟持，丈夫那边阴心摇摆，是继续做孟非手中的一颗致命棋子，还是求助一路来同生共死的同胞们绝地反击？熊太太的心乱极了。如果李云芳他们出手相救，万一拯救孩子失败，不仅损及无辜，而且孩子、公婆、丈夫，连带自己都会陷入绝境。可是如果不救助，那么他很可能成为日军手中的刽子手，双手沾满更多同胞的鲜血。熊太太决定赌一把。熊太太，这么晚了有事儿？我有一个日军的绝密情报，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进来说吧。这次的任务就是继续验证情报的准确性。嘉山那次，我们提供了日军南洞、北不动。李宗仁接到情报，调兵南上，结果我军惨败，被打回淮南。明白了，以小换大的招数。上次日军北洞、南不动的情报也是我们提供的，结果他们在北线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总部这步棋高明，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立刻安排转移。我要出去一趟，注意警戒。弟兄们，弟兄，哎，弟兄们，我刚才去看赵云峰了，你们猜那孙子辈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他因为开枪伤人，倒了大霉了，肯定是打他军官了。不但没打了军官，还被降了级，降成排级，直接发配到前线去了。哇，苍天有眼的，太好了噻！龟儿子也有今天啊！要老子讲，最好是突，一枪把他给毙了。哎呀，人家诗人说的对，不能让他死在小鬼子手里，那他成英雄，咱们没有报仇的机会了。好了，小点声。
赵参谋，孟局要员，怎么这么巧？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这儿，看到你在这儿，就进来了。那可真是太巧了。有缘呗。啊，是有缘。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喝闷酒啊？不开心啊？最近吧，发生了太多的事儿，我想想我就心烦，烦得要死。既然不高兴，我们就不说了。今天啊，我陪你喝酒，一醉方休。真的假的？小二，拿杯子。你醒了？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是不是失态了？重新认识一下吧。我是日本关东军特高课少佐秀田真子。你是什么？終田貞子です。你是日本人，特务。你还没开保险呢。别紧张，给你看样东西。和一个日本女特务春宵一度，赵先生觉得会有什么后果？你想干什么？于将军的防线主要设在淮河以北的怀远和武河，而他的主要兵力就集中在古镇。感谢你提供准确的情报。想不想知道51军惨败的细节？这个东西我还有很多，送给你。你想干什么？你挡下干什么？说了！我现在给你2条路：第一，拿着这些证据到张自忠将军那儿告发我，说不定你可以戴罪立功；第二，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我保证你能够活下来。我要是全村第一呢？啊！只要你能够活着走出这个门口。芳芳，你听我给你解释。我不想听。来，我来帮你。别动。芳芳，芳芳，芳芳，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结婚当天我一声不响走了，把你一个人丢下，让你以后都没法见人。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地道，但是我也是没办法。你说咱俩总共就没见过几次，彼此间也不了解。后来是家里给办的包办婚姻，非要逼着我结婚。当时一心想着抗日，不把鬼子赶出去，我是绝不结婚。我是没办法再逃婚的。
再后来，我就参加了共产党，到了部队。我不想听，你不用给我解释。情报准确，李宗仁将军和白崇禧快到医院时，临时改变行程，导致暗杀行动失败。熊太太有什么异常？没有，就是想着要去台儿庄。不要和熊太太正面接触，免得引人怀疑。是。收到情报，张自忠将率部驰援临沂。医生，上开！医生，日本人，是日本人。不好意思，我那还有重病号。我也有事儿。日本人！这里是医院，医院没有国籍，只有生命。再说了，他都已经是个战俘了，按照国际公约，应该履行救治义务。你放屁！你小丫头懂个啥？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中国人被小鬼子杀了？你现在还要救他？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知道我们这些兄弟们拼了命的把子弹打进日本人的心窝，你现在却要把他给挖出来，你想干什么？你是想当叛徒还是汉奸？打死他！静一静！大伙儿啊，我觉得这位护士说的有道理。这审判呢是国家的事情，医生的职责呢就是救人呐。再说了，咱们要是现在把他给打死了，那不是便宜他了，对不对？对。咱们要让他好好的活着，接受咱们国家的审判。大伙儿说对不对？对。可是，要是救活了他，他反过来再杀中国人怎么办？大伙请放心吧。我相信他们呀，肯定会看好战俘的。谢谢长官协助，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看好他的。只要他没有死，我们立刻把他送进监狱。好了，大伙就散散吧，啊，散散吧，散散吧。谢谢你。不用谢，我也是按照原则办事啊。不过要是这种人在战场上被我碰见了，我肯定不会给他活着的机会的。这样，从现在起盯紧熊太太，要是看到跟她接头的人，务必跟住，摸清他们藏匿的地点。是。临沂位于第5战区的右翼战场，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的东北之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临沂一旦失守，日军可长驱直入台、徐、津浦，则陇海均可威胁，其存亡得失牵动全局。张自忠将军已经率部紧急驰援。金春兄，大仁大义，不计个人恩怨。韩复渠不战而逃，山东东北部大门洞开，沿津浦路长驱直入，接连攻占泰安、新泰、兖州、邹县，并继续南下逼近藤县。目前的局势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率兵逼近藤县。藤县一旦失守，日军更可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徐州。真的呀？小日本太猖狂了吧！军座，请战。守卫藤县的是川军吗？防守外围阵地的是川军第23集团军，具体守卫县城的是川军第122师师长王明章。凭守城的区区几千名双枪将，怕是挡不住小鬼子的攻势。双枪将，名头够响亮的。你们知道吗？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川军号称双枪将，武器装备落后，火炮总炸膛。说白了，
他们这个双枪将啊，就是步枪加上大烟枪。哎，德公的意思，我们还是以防卫南线淮河为主，北线呢，可以预留一个小的作战单位。群座，说，让我们特一营到藤县去吧。现在弟兄们都快憋出毛病了。局座，前方几点？刺杀李宗仁的计划是不是你透露的？怎么可能呢？我公公婆婆都在你手上。少跟我耍花招！你立刻启程去台儿庄，剩下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做。我必须再见一次我的孩子。现在的情况是，鬼子的一个师团正在进攻藤县。据我所知，在那儿守备的是川军122师，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的落后，战斗力也非常差，所以胜算根本就不大。现在31军主要是守备南线一带，这北线是顾不上了，所以我已经上上峰请战，驰援藤县。老大，太好了撒！老子说怎样的，真有会打条鬼子了。不是老大，一个师团这么多人，你说围也把藤县给围死了。哎呀，管他多少人呢，来一个杀一个，杀一个杀一个。你说呢，老大？胡闹！那你怎么不说？咱们应该想个什么办法，让咱们自己的兄弟少折几个。大狗说的有道理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传令下去，检查所有的武器装备，加强新兵的训练，增强后勤补给。我们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才行。是。我们这儿在开会呢，你来捣什么乱呢？我也是特一营的人，我也来开会啊。大家分头行动。是。周营长，我的任务呢？我的任务呢？没有。我的任务呢？没有。那我还算不算特一营的人？算啊。哎，就是因为你算是我们特一营的人，所以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我现在就命令你，没有任务。凭什么？凭我是特一营的营长。那我还是营长夫人呢。刘叔都告诉我了，你们去藤县，别以为我不知道。云峰，放心不下老父亲是吧？你上次和我说老人家胸闷憋气，军医检查过，说是肺结核。放心，我已经把老人家接到我们的医院里治疗。臭不要脸！你这是我师的绑架！你那么激动干什么？眼下的形势还需要我来说吗？就你提供情报给我们的这件事，你觉得张教授会放过你？就算他放过你，还有特一营的那帮弟兄们，他们会饶了你吗？想想吧，身为一个男人，要是四处躲避流浪，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你不愿意合作，我不勉强，我一定会尽力朝你的脚。
查战俘虽然是我们的原则，但是你要敢胡来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少废话！要不这样，我们来做个交换，你把他放了，我来做你的人质。他只是一个护士，我是特营的副营长，我比他更有利用价值。别过来！再过来，真打死！你杀了他，你也活不了。除非你按照我说的去做，用我当你的人质，这样我还可以安排车送你回去。孙家谋，你别动。没事，小伤。哎，我说铁蛋儿，你能不能听一次话？你这次就在家里好好陪着副营长，好不好？我没不听话，我知道，我要是去了会影响你，我在家等你。周营长，听说你们要去驰援藤县，能不能带上我们跟随部队到前线采访？麻烦你下回进门的时候敲一下门，可以吗？莫姐，你别生气啊，他这人就这样，疯一阵魔一阵的。珍珍，你帮着说个情呗。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快来喽！8年前，在日本回国的船上，你晕船吐了我一鞋。孟非，怎么这么巧啊？你不准备请我跳一支舞吗？好啊。重新认识一下吧，我是日本关东军特高课少佐秀田真子。什么？終点貞子です。赵云峰梳理着和孟非认识的点点滴滴，他似乎能以一种更加冷静的角度审视着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入陷阱。愧疚和后悔像毒蛇一样侵咬着赵云峰的心，忠孝不能两全，赵云峰看不到一丝希望。我明白了。
铁蛋儿，你把脸转过去，转过去！你别看，别看，你看什么你？你还不好意思？小时候穿开裆裤，我真没见过。你是好意思，你不害臊？你说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大半夜的，你跑一个老爷们房间里，你想干什么？什么你呀我的？我是你媳妇儿。你瞎胡说！你哥是我爹，你爹是我哥，我是你二叔。什么二叔不二叔的？你跟我爹是忘年交，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别跟我乱攀亲戚。再说了，特意营谁不知道我铁蛋是你媳妇儿？你要不相信，我现在就找他们问问清楚。这，你干什么去？你把他们叫来了，这事儿可说不清楚。你知道啊？问你，今天开会为什么不叫我？啊？你是嫌我烦，跑天了？没什么大事儿，我觉得就没必要劳烦您这尊菩萨亲自来给我们指点了。打藤县不算大事儿，你唬我啊？我就说你是闷着火呀！啊，我告诉你，你就甭琢磨了，你就老老实实给我留在这儿。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也是你给我老老实实留在这儿。是啊。行，别喊了，好不好，姑奶奶？我刚才的话冲动了，请考虑，我再想想。你再想想，你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让诗人把今天的事儿写成诗，然后让老猫编成一个故事，唱啊唱啊，就唱到军座那儿去。哎呀，你吓我呀！我告诉你，我周疯子就是吓他。你唱啊，你唱吗？你唱到军座那儿，我告诉你，我还是这句话，你老老实实给我留在这儿。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大哥和娘交代？周天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藤县什么情况。我不想你一个人去见爹和奶奶，要去咱俩一起去。可以的说。行，你先把衣服放那儿好不好？那你答应不答应？行，把衣服给我。答应不答应？衣服放这儿，走人。那我就当答应了啊！不许说，不算数。回去。这哪是女人呢？这。有个成语啊，叫毛遂自荐。这个毛遂呢，就是来自藤县的啊。毛遂是个人呐。对啊。嘿，我跟你讲，别耍了，听我讲。按俺现在的说法，那就是老大自荐。哎，这老毛背后说我坏话是不是？老大，你不要冤枉我啊！弟兄们都在背后夸你呢。你不信的话，问半仙，问大哥。是，老大，弟兄们在说啊，我们终于不用憋屈了，到了藤县，咱就有仗打了呀。对，就是。哎，大狗和少子是不是又抢着买酒去了？对，他们刚走不一会儿。哎呀，以后像这样的事情就交给老毛吧。是。老大，就要上前线了，给弟兄们改善一下。说的有道理。崔班长到，来，过来。营长，去弄上2口猪，再搞点粉条，好好炖，犒劳大家。这哪有啊？没有啊？没有，你给我想办法去。
2头猪。不要做气啊！有我老毛在，啥子问题都可以解决啊！走。哎呀！为攻占津浦重镇徐州，日本关东军特高课密令秀田真子负责窃取国军在徐州及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看来秀田真子早就到了徐州啊。是。他得知熊副师长已调防台儿庄之后，失望之余仍不放弃自己的使命，一边严密地监控着熊太太，一边寻找可以利用的国军内部要员。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他最近跟第59军作战参谋赵云峰走得很近。赵云峰？对，赵云峰现在可是身居要职啊，这孟非极有可能接触到最重要的军事机密，这样会出乱子的。云峰，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送礼物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帮助我们的人。谢谢。你看你，几天过去了，你竟然还是这个状态。哎，我听说你们以前特一营装备不错啊，一色的德国货。还行吧。看看这个，拿着。是小波浪宁吧？它是你的了。不会吧？这里边可有子弹，怕我一枪毙了你啊？怕？我当然怕了。你一枪开下去，我的命就没了。不过我相信你，你现在是我的伙伴，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对吗？那是。我看你最近在房间里闷得太久了，情绪非常的不好，不如我们出去散散心吧。好，走。云峰兄弟也在啊。周营长，老大，你怎么来了？那个，那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好好好。赵选手，我说过你胜算不大。谁呀？哎，坐，坐。
快走！是不是医师？赶紧回去，叫老大回吧。不是，你让这孙子跑了，这个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赶紧回去，快！老大，这魁子事儿我听说了，想不到军长的，心里边还特地提起了赵云凤，是不是要我们不要记恨他？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要带领队伍去支援藤县。这又是你主动请战的吧？不愧是小诸葛，就让你猜到了。可是此行十分凶险呀，再凶险也得去。我们去了，对川军兄弟，那就是一种激励。那你们走了，可不能把我给撂这儿了。哎，你说哪儿去了？你先把你的伤好好给我养好了。你刚才那句口哨是什么意思？现在不说没关系，你早晚有一天会亲口告诉我。这邓锡侯和孙震率领的第22集团军，过了黄河以后啊，就加入了严老仙儿的第2战区了。这严老仙儿，压根儿就把他们看成是叫花子，肯定想着各种方法去搪塞。这哪是搪塞呀？直接以本战区没有武器装备补充给拒绝了。你想想，这都快入冬了，还穿着单薄的衣服，这饭也吃不上，还要上战场去和鬼子拼杀，这……川人从不负国，国人有负川人呐。百万川军出川抗日，沦落到这种下场，谁都不愿意去收留。不过幸好，咱们战区的李司令、李长官把他们给收留了。哎，邓公率部出川抗敌，历经磨难，终于算是一遂报国之愿了。副营长，副营长，不，嚷嚷什么？老大，一点规矩都没有。老大，我们刚在路上碰见赵叛徒，他吹口哨示警了。吹什么口哨？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哎，停！原地休息。老莫，你这也不给人打个招呼，这合适吗？别啰嗦了，亏不了他们的啊。休息就准备走啊。老大还在等着我们呢啊！走，我抓紧时间，快走。老大，就我这耳朵还能听错吗？我当时听得特别清楚，什么日军间谍什么的，但是后面有个真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最后一句说报告副营长，听得很清楚。哎，对，好好说清楚。是这样，我和大狗啊听到哨声，我们俩人跑过去了，这什么也没看见，就看车上有个赵叛徒，还有几个人，车太快，我们俩也没看清楚。对，旁边有几个人，是谁根本看不见呢。给我召集弟兄们，到徐州城里给我找，挖地3尺，一定把人给我找出来。是，等等，老大，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你们先回去吧，记住了，这件事儿不能透露半点风声。我跟老大先好好商量商量。是。你确定是退役的人吗？确定，我都看清楚了。咱们人一路监视着他们，其中有一个，就算烧成灰儿，咱都认识。好，你没有被发现吧？没有，他们一门心思偷猪，哪顾得上这个？奶奶的，
当初他是怎么讹诈老子的，今天我就让他怎么给我吐出来。局座，那咱们现在是不是派人？不，先做死了证据，然后再收拾他。跟老子玩这一套，他娘还没生的呢。这事儿有什么好商量？老大，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吗？赵云峰是59军的人，他犯得着吹口哨来找我们吗？再说了，赵云峰现在该在这儿吗？张将军已经率部去驰援临沂了。赵云峰虽然被降职，但是也应该随部队到前线吧？难不成是他在临行前发现了日军间谍，留下来秘密做调查？就目前的情势来看，我觉得赵云峰应该是被日本人给挟持了。老子打小鬼子已经够忙活了，又出来一个什么日本间谍？要不直接报告军部？老大，咱们是要向上级汇报，但现在不是时候啊。这样吧，你安心带弟兄们去打仗，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吧。也好，这样我给你留几个身手好的弟兄。如果赵云峰真的是间谍，甭跟他废话，就地正法，为特营清理门户。这事急不得，交给我吧。我和云芳兄弟啊，好好合计合计。和他商量，他能行吗？现在他就那几个人，况且他也受了伤了。他们已经来了10几个人了，侦察连长战死啊，2组合并都由他指挥呢。那好，通知炊事班今天晚上炖点红烧肉，到时候分给八路军兄弟1份，这够意思吧？要够意思的话呀，就多分几份啊。多分几份，好吧？媳妇儿，你走的时候把门锁好了吗？哟，小乖乖别着呢，回来好好的呀。咋了，当家的？咱家好像有人来过。不对，媳妇儿，我没听见咱家猪哼哼。我的猪呢？媳妇儿，当家的，咱发财了！哦，10块大洋，够咱们盖个房子，卖10几头猪呢。媳妇儿，告诉你啊，这事儿千万不能露出半点风声，知道不？放心，拿走又不是。同志们，出来！出来！有人看见你这袋猪被人家偷了，有这事儿吗？没有。没有。啊，没有。真的没有啊？真没有。真的没有吗？这个真没有。他妈这就怪了哈！明明这饲料是新换的，地都是湿的呢，你闻闻这猪粪味儿，闻闻！他妈的，还有撒谎！局长，这个真没有。我跟你说，你不要怕，这是我们警察局局长，他会为你做主的啊！有没有？
局长大人，我就没养过猪。他妈，你气死我了！你没养过猪，干嘛呀？干嘛呢？调警察局！警察！我们一定要出前线，如果我们出前线，我猜肯定能得奖。我必须。两位大记者啊，你们怎么来了？走吧，太冷了，快进屋暖和暖和啊！走。等一下，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帮忙啊？行啊。我们必须出前线，我们必须拍中国的英雄。这个我没办法。宋兄弟，我在求你，这是为了所有的中国人，也是为了全球的外国人，我求求你。是。我求。行，来，你了。那干嘛呀？快起来！你不帮我们，我不起来，我就跪在这。行，帮忙吧。行，我有办法，你先起来。太好了。这其实啊，我是没什么办法，但是啊，你们可以去找老猫。老猫兄弟，他行吗？你别看老猫是个小小的班副，可他主意多，找他说不定有办法。我们怎么说服他呢？你们知道老猫最喜欢什么吗？懂吗？懂。我们还有1、2个，没问题。老毛兄弟在哪呢？哦，他刚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样，我们今天晚上正好要改善伙食，不管这事成不成，咱先吃顿好的，不是吗？走，进屋吧，屋里暖和多了。赵团长，我来看您来了。来，赵团长。来，说事儿。啊，赵团长，我跟您说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替你报仇来了。我还真没看出来，你做地炮挺讲义气啊！那是。对了，你到军需处去领套被服弹药啊！你做地炮老老实实的给我坐在阵地上，朝着河对岸给我狠狠的打。老子的仇人就是小日本。赵团长，我知道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你心疼我。再说了，你就借我10个党我也不敢去。我说的那个人是周天一，周疯子。赵团长，我可听说了，你手下的人被他整死了几个，他还敢跟你叫板，这简直是给他鼻子他往脸上抓，想骑你脖梗上拉屎，这哪能行呢？啊，赵团长，我还听说，自从他来到贵团，根本就不听天朝管，他鼻孔朝天，看不起你。您是谁呀？他是谁呀？你是堂堂正正的虎胆英雄啊！我可都看不下眼去了，我真想替你收拾收拾他。那你说说，你想怎么收拾？赵团长，他的手下偷了一个农户家的猪。行了，你小子整天屁事儿不干啊，就知道听墙根了是吧？哎呀，赵团长啊，我这是为您着想啊。他特一营可隶属女114团呐，他不能让他为您的团抹黑呀。这事儿是不是？冲你这边小心，哎，老子今天跟你走一趟。哎，好，
你。啊。哎，这，什么？你还嫌少？哎，你误会了啥啊？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啊，办事公道，不能因为你不是中国人，我就欺负你，啊？哎，2块足够了。Thank you. And I'm going to thank you the Chinese way. Tonight, dinner's on us. 不是，他这个嘀里呱的，他一句话我没听懂，他说啥子意思啊？他说为了感谢你，晚上请你吃饭。谢谢啊！我跟你讲，老罗，赶巧了，今天我们特一营啊搞会餐啊，我请你们2个。OK 。疯子，哎，这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我来也没什么事儿，给你引荐个人来。鼓楼区警察局局长，人称坐地炮。这位是特一营营长周天翼。哦，久仰大名啊！打完报告再给我进来。这个赵云峰没有想象中那么老实，还得再逼他一把。孩子接来了吗？都接来了，在上海不用出所，孩子发烧昏迷了。立即抢救。不见到孩子，熊太太是不会死心的。嘿。马上去把熊太太的公婆接过来。那2个人留着也是累赘，我要利用他们，给赵云峰演一出好戏。嘿，这件事没赶上，也就罢了，但是我赶上了。这可是祸害百姓的事儿，我不得不管。我们是有6大规矩，但是这6大规矩里边，没有不准偷猪这一条。周营长。这人证物证可都在外面呢，你可不能这么袒护你的手下呀。那你的意思呢？那你看，这是一个团长，你一个营长，我是向你们来报告来了。我这行了，疯子，你要是不舍得罚，我来。有人亲眼看见你偷了人家1头猪，这是事实吧？赵团长，这老话讲得好啊，作奸作双，作贼拿赃，赃在哪里？坐地炮，赃在哪儿？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曲儿。哼！来人呐，带人证！
凡是祸害老百姓的，一枪毙了。你为啥不讲真话？吴老四，别怪我不客气了啊！谁让你偷了人家的猪呢？冤枉！那猪不是偷的，是用钱买的。是用钱买的。把钱拿出来啊！钱在这！你。庄兄，这自古诬告反作，你看这事儿。来人，把他给我绑过来，带过来！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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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什么？打！哎呀，我觉得这鞭子还是别抽了，抽的挺疼的。哎，对。况且也没必要生这么大气儿，不如把他发配充军吧，跟我一起去打小鬼子，死在战场上了，反而是个英雄啊！好。哎呀，赵院长，你还是多查我几次片子吧，解决你的心头之恨。我家里还有好多烂账的事没有解决呢。多打几遍呢？不合适吧？你太合适了。哎，我这一辈子还没听过这么过分的要求。真想挨揍？打，使劲打！你舍得死，我就舍得买。哎，打！老赵，打吧！来了！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我说你小子，亏你还是个侦查员，这一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在后面远远的跟着，过了一条巷子就不见了。是不是被发现了？没有，周边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就过了辆小轿车。小轿车，停了没有？仔细检查过了，地面上没有停车和启动的痕迹。那就邪了门了。想妈妈吗？妈妈。别我孩子！想跑是吧？带走。放开我！放开我！各位，放开我！各位。杀！慢！老子一定亲手宰了你！赵先生，你不希望老父亲也落得这般下场吧？放过去。这是今天的药，记得吃。我这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只要伤口不感染，随时都能出院。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没事吧？
我没事儿。芳芳，你怎么了？芳芳，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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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防护军哪了？快送急诊室！快跟我来！快，上来！赵先生，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需要的优秀人才。我已经把你的资料电告特高课总部，总部对你十分重视。只要你诚心跟我合作，我保证今天晚上那一幕绝不会发生在你父亲的身上。我十分欣赏你的性格，毕竟现在像你这样有血性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少了。可是血性有什么用呢？你可能不知道，廖光义在泰安五峰山被赤柴大佐围困时，装备精良的汤恩伯军团就在附近，可是他们并没有伸出援手，导致廖光义战死沙场。他虽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强劲的对手，可是我们却给了他应有的最高待遇，将他当场火化，骨灰也就成了赤柴大佐的战利品。大夫，他怎么会突然昏倒呢？您还不知道吧？芳芳姐差点就没命了。怎么回事啊？今天上午来了一位伤员，大腿动脉断裂，需要输血。血库里的 B 型血不够用，芳芳姐恰好是 B 型血，她怕影响战士们的战斗力，不让他们给伤员输血，就只好自己给伤员输了600毫升的血。600毫升，这小丫头是不要命了。院长，芳芳怎么样了？还好，就是有点虚脱，刚给她输了液，已经睡着了。躺着别动，好好休息。你说你这个人吧，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怎么又来上班了？医院不是缺人手吗？再缺人也不差你一个。你可是咱们护士组的顶梁柱啊！万一要有个3长2短，那岂不是咱们医院的重大损失啊？后边3天别上班了，就在宿舍好好调养。院长。都晕倒了还说没事儿，听我的，这是命令。哦，您是？哦，这位是特一营的孙副营长，是他送芳芳姐过来的。院长好。早就听说特一营的大名啊，谢谢了，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孙家谋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芳芳，他没想到，这个他名义上的妻子，竟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他的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股怜惜和敬佩。